对于肥胖，很多人一定都觉得少吃多动就好啦，这有什么难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但是当我走在北美街头的时候，我发现到这里有很多肥胖的人，而且肥胖的程度在亚洲你几乎是看不到的。于是我就开始问自己，肥胖真的只是单纯因为懒惰不运动吗？肥胖是现在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美国的肥胖成年人从2000年的30%成长到了2021年的40%，在很多人的眼里，肥胖通常跟富裕连接在一起。像是我们以前在课本学到的杨贵妃，在过去的历史当中，贫穷的人口往往代表着营养不足、身体消瘦。但最近的资料却发现到，在已开发国家里面，肥胖的问题最为严重，而且往往不是最富有的族群，而是最贫穷的人口。在美国成人收入里面，最低的1/5族群，肥胖的程度比最高收入1/5的族群高了15%。在这部影片里面，我们会来探讨贫穷跟肥胖的关联，还有为什么我们慢慢的在推广不健康。贫穷与肥胖之间的关联，包括食物的不平等、睡眠剥夺、运动设施的障碍、市场行销的偏好，还有种族差异。在美国，贫穷人口之所以肥胖率高，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身处在食物沙漠里面。食物沙漠用来形容难以取得、价格可负担且营养充足的食物地区。在这些地区里面，超市往往距离居民居住的地方非常的远，不像可能在亚洲很多国家里面人口比较密集，你走个大概10分钟、15分钟。甚至有些人都嫌10分钟、15分钟走路太久，都会骑摩托车去超市买菜。但是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去买菜他们可能开车要开30分钟、20分钟，这也导致他们有比较少的时间还有精力去大型超市采购健康的食品，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便利商店还有速食店。我以前在美国也居住过一阵子，这点我真的是完全感觉出来。你如果住在比较乡下一点的地方，你想要买价格可以负担、比较便宜一点的食品，往往就代表着高热量、高油脂的食品。像是如果在台湾或者在日本路上随便走，还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健康的选项，像是便当、牛丼、乌龙面。虽然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些东西没有要很健康，是高碳水，所以热量其实也不低，但是如果你跟美国比起来的话，你去外面你可能就是要吃麦当劳、汉堡王、Wendy's。那相对健康的 Chick-fil-A 还有 Chick-fil-A 在很多地区其实是没有的，比较泛滥的就是刚刚大概说的麦当劳还有 Burger King。再来就是高热量、低营养密度的食物往往会比较便宜。如果你以每卡路里计算的话，精致谷物糖还有饱和脂肪的成本远低于蔬菜、瘦肉还有水果。那对于预算紧张的家庭来说，选择去购买能够带来饱足感、相对比较不贵的食物，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性的选择，但也却在健康上造成了长期的伤害。加上很多生活在贫穷人口的人没有办法好好睡眠，可能是因为居住环境或者是要兼差多份工作。那睡眠不足加上生活的种种压力呢，也会间接的影响到荷尔蒙。睡眠不足以后，传递饱足感的荷尔蒙下降了约 18%， 而刺激食欲的荷尔蒙却上升了大概 28%。 那这种双向的荷尔蒙会间接导致食量的增加，而且受试者开始偏好高热量的食品。那多运动呢，也常常被视为要去管理体重最简单的答案，但对很多低收入户的人来说，规律的运动非常非常的困难。低收入户社区的公园绿地、运动设施往往低于高收入地区，因为这些低收入户的地区通常意味着他们税收比较低，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去建立还有维护这些运动设施。那在部分治安比较好的地区呢，下班你可能天都黑了，你总不可能去外面跑步吧？那室内健身房更是不可能了，因为本身是一笔多余的花费，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比较负担不起。除了金钱上的匮乏以外，就是时间上的匮乏。这些人口可能要从事多份工作，如果还要开车去很远的市场挑新鲜的蔬果还有肉类来煮完后还要洗碗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我倒不如就去素食店花个10-20块美金买给自己的家人吃，也不用洗碗，省了很多时间，也非常非常有饱足感。更火上加油的是，在这些低收入户地区里，素食广告还有加工食品的广告出现的频率往往远高于高收入的地区。 Do you really think this is the right thing for us to be doing, Ivana? What will people think? Let them talk. Donald. Ivana. It's wrong, isn't it? But it feels so right. Then it's a deal? Yes, we eat our pizza the wrong way. Crust first. Introducing Stuffed Crust Pizza from Pizza Hut. With a ring of cheese baked into a totally new, thinner crust, you'll want to eat it the wrong way. Crust first. May I have the last slice? Actually, you're only entitled to half. Large, just $9.99. 食品工业长期以来以这些社区作为高糖、高脂、高盐的行销对象。
大量针对儿童的垃圾食物广告，导致小孩子从小就对这些食物上瘾。除此之外，这些社区的健康教育资源不足，也形成了一个问题，像是明显缺乏对食品标签的解读、分量控制的理解，还有均衡饮食的概念。那在探讨贫穷还有肥胖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必须探讨到不同的种族对肥胖的风险也有差别。这种差别来自于饮食文化，还有对体型的认知。根据美国疾病控制还有预防中心2015年到2017年的数据，非裔美国成人的肥胖率最高，高达 38.4%， 再来就是西班牙裔，大概在32.6%。那这个文章也说到，非裔美国人的饮食文化普遍是高脂肪、高糖还有低蔬果的摄取。西班牙裔美国人的饮食文化则因为地区还有移民世代而呈现不同的差异哦。例如墨西哥裔美国人在传统饮食上有豆类和全谷物的摄取，但随着在美国居住的时间变长，饱和脂肪和糖的摄取量也慢慢往上升。这也呈现了一个移民上的问题，就是初代移民通常都保有自己的饮食文化，但在2代或3代里却因为融入了主流的美国饮食文化，导致肥胖率的上升。而亚裔美国人的 BMI 是在各个种族里面最低的，同时亚裔美国人的蔬果摄取更是最高的。但是有趣的是，在相同的 BMI 值之下，亚裔美国人体脂率还有代谢症候群的风险却高于其他种族。这也代表说，如果以传统 BMI 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亚裔的肥胖还有代谢风险可能有被低估。除了饮食文化的差异以外，不同的种族对理想的体型认知也有差异。像是非裔美国女性对理想体型的认知往往大于美国白人女性，那非裔美国男性呢，也对比较大的体型有所偏好，这也导致有些非裔美国人会低估了自己体重的状态。那随着肥胖率慢慢的上升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身体自信 （body positivity） 的运动。这个运动主张每个人不论体型、肤色、残疾与否，都应该获得基本的尊重还有爱护。但是在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呢，这个浪潮也慢慢的产生了改变。有些批评者认为，身体自信运动已经从原本的接纳自我变成美化肥胖，甚至有些人还有组织还会排斥医学界对过重带来的健康警告。那身体自信运动其实已经很久了，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1967年7月，纽约的中央公园首次发生了胖入，也就是 Fat In 的集会，由电台主持人 Steve Post 组织，总共大约有500多个人参与。他们公开分享汉堡、焚烧节食书籍，还有模特儿推移的海报。在同一个时期呢，加州女性主义者也成立了 Fat Underground 肥胖地下组织。 And to fat women, please try and remember that on a really deep level, you know what's going on. And you know it's not because you're weak-willed. It's not because you have no discipline. It's not because you're oral. And it's not because you're neurotic or afraid of sex or you hate men. It's because it's your body's nature to be fat, and that's the reason. You know you'll have no life at all until you accept yourself as the woman you are. 他们发表了肥胖解放宣言 Fat Liberation Manifesto， 要求肥胖者在各生活的领域里享有平等的权利，还说到减肥产业缺乏长期的测试，快速的体重浮动由于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那在这之前，这项运动其实没有非常的主流化，真正的主流化是归功于社群媒体的兴起，很多 hashtag 标签像是 body positivity、F your beauty standard 都慢慢的开始流行，也让这些社会比较边缘化的人找到了一个发声的管道。这个流行的出发点是好的，主要是要对抗一些肥胖的歧视，但在反歧视还有推广肥胖之间的界限却慢慢的模糊了起来。原本主张的我不完美但依然可以被尊重，慢慢的转变为肥胖也可以很健康，像是组织 Health at Every Size提到了不论体重多少都可以活得很健康，只要重视饮食、运动还有血压，而不是体重。还有一个组织推出了一个不要量我体重的小卡片，卡片上面提到，如果不是医学上的需要，请不要量我的体重，因为如果你专注于在量我的体重上面，我会变得更焦虑，让我变得更不健康。不管体重多重，我都追求健康的行为。在网络的世界里呢，有些以体型正面的网红也鼓励大家接受自己的身体，不必在意体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有些网红虽然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像是以吃怪奇大份食物闻名的 Taylor Legend， 还有经营大尺码美发沙龙的 Jamie Lopez。那为什么推广肥胖的浪潮会慢慢出现呢？其实你我都猜得到，
很大的一部分就是背后的商机。美国成年人中有 40% 的人 BMI 超过30，如果将 BMI 超过25%算进去的话，那有高达 73% 的人，也就是大概2/3的人口都不符合传统广告所宣传的纤细标准。加大尺码 Plus Size 的市场呢，也随之的突破了1兆美元，而且每年还在持续的成长。很多著名的歌手像是 Lizzo 还有模特 Tess Holiday 也常常跟不同的品牌有合作的关系。著名的训练师 Jillian Michaels 也因为反驳了说到为什么我们要推崇 Lizzo 的身体而被攻击。 Jillian Michaels is doubling down. I meant every word. The famed personal trainer caused a firestorm last week after making these comments about the singer Lizzo. Why are we celebrating her body? Why does it matter? That's what I'm saying. Like, why aren't we celebrating her music? Because it isn't going to be awesome if she gets diabetes. The online reaction against her was swift and intense. What do you say to these people who call you a fat shamer? I would say this. Number one, I was an overweight kid. So think of me as though we're in AA, right? And I'm the person that's been sober 20 years. I'm going to be your best sponsor because I understand this thing from every angle. My job is to say, this is the information. This information is backed by science. By the way, she says she's a big fan of Lizzo as a singer. I truly regret that she became the example of this argument regarding body positivity and health and where the two intersect. And I mean that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t still doesn't change my position on the issue. 大部分批评宣传肥胖的人都认为 BMI 与慢性疾病有直接的关联，但部分比较偏激的人会反驳到，医学对肥胖的看法充满偏见。那现代社会大量的使用 BMI 来判断健康，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因为 BMI 是在19世纪有一位白人男性学者以白人男性为样本建立的，并不适用所有的族群还有性别，所以黑人女性也常常被标示为肥胖或者是过重，这也导致了他们在医疗体系里面常常被忽视，或医生会把问题简化成只要减肥就好了，这也间接的造成很多黑人对医疗的不信任。那近几年来呢 Lizzo 还有 Adele 也因为减去了一些体重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尤其是 Adele， 她慢慢的淡出歌坛，她在3年期间接受持续的高强度训练，还有均衡的饮食，让她在这段期间减去了将近50公斤。她在减重时没有分享自己的过程，没有宣传任何产品，她仅仅是因为个人的身心健康才决定要去减肥的。很多人对 Adele 的减重感到不满，主要是因为她过去的身形被视为身体正向与打破主流审美标准的象征。当她瘦下来了以后，一些人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能够代表不同体型的公众人物，甚至有些人认为她向社会对瘦身的压力所妥协。对此 Adele 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你不需要是过重的体型才能支持身体正向的运动，不管你是什么形状尺寸都可以支持这项运动。也许直接来说，肥胖和个人的懒惰还有自律有些许的关联，但是如果本身的环境需要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自律性才能保持自己的健康的话，那在这个要求之下，把肥胖完完全全归咎于懒惰还有自律，你们觉得是公平的吗？除此之外，你们怎么看现在像是失去控制的推广肥胖？我个人觉得不应该推广肥胖是种美，但是应该要推广健康是种美。你可能 BMI 可以稍微比较高一点，但是你可能肌肉量比较大，那 BMI 往往不是一个最好的数值来代表你个体的健康。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太瘦还是太胖，都应该以你健不健康来定义，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尊重正在朝更健康自己迈进的人。那这样，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看到最后的话，帮我按一个订阅，我们下回见。